若是直接在此地撒满毒物，这些敌人必然会立刻反应过来，四散而逃，就如同将一只兔子扔到丹炉盖子上，它必然会直接跳出去。但如果这丹炉盖子是缓慢变热的，让兔子先昏迷，它就会不知不觉地被烤熟。万凌云长老眼前一亮，对李长寿露出了招牌的冷笑，心底道：倒也是这个样子。这位长老在手中的戒指上摸出了7、8只瓷瓶，此物可令天仙元神迷醉，盗去苏麻，名为离心醉魂散。李长寿眨眨眼，啊，莫非此丹也是长老您所做的丹方？不错。万凌云长老又露出了那般冷笑，是我闲来无事琢磨出的，毕竟毒丹有时太过霸烈，但此物炼制复杂，所以此前给你的毒经之中尚未有此丹方，回去我便传授于你。啊，长老，弟子在外殿已经得了丹方，那丹方记载在一卷残损的玉简之上，没想到竟然也是长老您所开创的珍贵丹药。呵呵，这些你拿去防身便是。此前倒是忘了这些，这也只是迷药，与你防身恰好合适。万凌云长老随手将这几只瓷瓶塞到了李长寿手中，怕李长寿推辞，又立刻在戒指中取出了10多只瓷瓶出来。这位毒仙的毒丹储备让李长寿看的都是有些眼红啊，这就是家底儿啊。而这位毒仙长老一言不合的就给的性格，也当真是让李长寿有些佩服。刚好他这儿有拿长寿，万凌云主动问道：我现在可否出手了？长老，弟子观此地应该只是对方的先锋，对方要攻打咱们山门，必然不可能只有这一点高手，最好一个都别放过。那长寿，该如何用这些迷药才能将这些贼人尽皆留在此地？您先用仙力包裹，从地下渗过整个大阵的范围，而后让迷药自地下慢慢的渗出。弟子留2瓶防身便可，长老您都拿来灭敌用吧。不用，此物我炼制了不少，本是想用来困敌，而非杀敌时所用。万凌云长老心底答着，又露出了那般的笑意。他最欣赏的便是李长寿这种见宝却未想独占的性子。依照李长寿的指点，万凌云长老动用了18瓶迷心醉魂散，用一缕缕仙力将这些迷药送到了此地躲藏的每道身影的正下方，而后任由迷药慢慢的挥发。李长寿还不放心，心底不断的传声叮嘱：长老，给那名大妖多加一点分量，他们妖族的抗药性比咱们人族强了不少。哎，长老小心一些，仙力波动可能会惊扰到他们。长老，那几个在树上的要格外关注。半个时辰后，大阵之内一片寂静，几道身影从树上跌落下来，如同沙包般砸在地上。地下，万凌云长老心底赞叹不已，又要冲出去了结了这些人。嘿，长老！李长寿连忙拉住这位大佬：咱们为何非现在就要冲出去啊？万一有人故意装作被迷晕了，引诱咱们现身，那岂不是刚好中了他们的圈套？长寿言之有理，那接下来如何做？用同样的方式放毒药出去，但是这次必须是又猛又烈的毒药，不给对方任何的反手之机。也要考虑到他们在生死之际会挣脱迷药的影响，以及元神出窍、妖魂逃脱等等等等。他一边说，万凌云长老在旁边不断地点头表示认可。这位长老此时双目中满是慈祥和温和。此前万凌云长老也有担心李长寿的修为太浅，发挥不出毒丹的效用，浪费了这些炼制不易的丹药。但是今日之事让万凌云长老意识到，这位弟子与他的毒道比他自己还要契合。
李长寿叮嘱几句之后，又道：“您如果心有疑虑，可以先将那些大妖给毒杀了。弟子有摄魂珠，可以搜索他们残缺的记忆，由此来断定他们的来路。若这些人族炼气士也当杀，咱们再杀也不迟。反正妖直接杀了就杀了呗。”好。万凌云长老答应一声，心底略微思量，便决定全力出手。只见这位长老在地下抬起自己的铜杖，对着上方一点，一缕缕浓绿色的毒雾从大地之中蔓延开来，钻入那些已经被迷倒的大妖体内。不多时，这群大妖开始浑身乱颤。李长寿最初还有些担心，这毕竟不是自己亲自动手，没有阵法镇压，前后耽误了太久，无其他后手，说不定真的会逃掉一两只大妖魂。然而过不多时，李长寿也有些震惊。好厉害的天仙毒啊，还是直接毒杀天仙境大妖妖魂元神的剧毒。哇！很快，此地大妖尽皆显出本体，几名境界高超者扑腾几下也就没了动静，气息全无，妖力却还是满盈。万凌云长老又要外出，李长寿却是再次阻拦了下来。唉，这是第几次了？这位长老没事老想着钻出去干什么？明明在下面就能把事情全做了呀。长寿，这还不去？啊，长老，您可有三昧真言，或者是厉害些的真火，远远烧他们就是了。自然是有，我有一真火，名为万毒炼魂火，威力尚在三昧真言之上。当下，这位面容清瘦的老者按照李长寿的指点，将一团团火焰在地下放了出去。如果有人一直从空中注视着这座大阵，估计能够看到一则洪荒恐怖故事。这里潜伏的这些身影，先是悄无声息地昏死，那些大妖又渐渐被毒雾包裹，很快就浑身抽搐而亡，死得无风无浪。而后地面上又冒出了一朵朵惨绿色火焰，将这些大妖的尸身吞噬，产出了一堆堆灰烬。自始至终，大妖们没有半点挣扎，走得很安详。那些被迷昏的人影却是丝毫没有察觉到什么。到此时，地面总算是钻出了一道身影，这是一个身着长裙的妙龄女子，手持一颗珠子，在这些灰烬堆上穿行一阵。摄魂珠，抽取残魂，寻找记忆碎片。烧起，又是一股股浓雾从地面冒出，将那些人族炼气士也直接灭了元神。火焰四起，这座遮掩大阵之内满是绿色。那妙龄女子来回走动，摄魂珠飞速旋转。突然间，一缕血光从绿火中钻出，直接朝着这妙龄女子飞去，扎在这女子的脖颈上。女子头一歪，扭头看了眼这血光，随后便是轻轻一拍，一只血赤黑身的蚊子被这女子轻轻地拍死。又有血光想要飞来，却被一团团的真火直接卷住，瞬间烧成了一团血气。这蚊子并非是真正的蚊子，似乎是神通所化，由血气所凝。与此同时，西牛贺州灵山附近的一处石洞中，身着血袍的文静道人睁开双眼，目中满是震惊。我搜集了一阵的傀儡，怎的无声无息就被灭了1/3？因为离得太远，文静道人此时才发现那里的异常。最重要的还是，刚才那女子是什么存在？为何我完全无法寻到她的元神？莫非是哪位高人出手？文静道人的双眼眯了一下，心底略微有些忌惮。虽然这些死伤来得有些猝不及防，但那3个最重要的金鳌岛炼气士，因为在后方躲着吸纳血莲之力，并未遭受波及，他的算计也没有完全落空。文静道人继续闭目感应，
可此时却已是完全无法看到那大阵中发生了什么。傀儡死光了。东胜神州那片山林地下，因为捕捉到了那血光，李长寿和万凌云面面相觑。万凌云长老想得比较单纯，心底叹道：还好长寿你足够机警，咱们要是被暗算了，渡仙门危矣。李长寿却想得多了些。蚊子能够通过蚊子控制人的心神，洪荒有这么厉害的蚊子吗？莫非是封神大劫中吸干了截教门内弟子归灵圣，又吸掉了12品金莲3品的血赤黑蚊蚊群？难不成真的是这个大佬？洪荒当真是太过凶险了一些。哼！长老，切莫外出，用真火将此地烧一遍吧。善。当下惨绿色的火光遍地而起，各处树木都被火焰所吞噬。又半个时辰后，大阵之内无比的干净，半点痕迹都没有，地面一片荒芜，可谓是寸草不生。有几道身影钻出地面，他们迅速地将各处灰烬用法力卷了堆在一起，又将各类残存的被烧坏的储物法宝宝物尽皆收入了几只宝囊中。随后一人持着木鱼轻轻敲打，几个人开始念诵经文。地下万凌云不解：长寿，这又是在做什么？啊，诵读经文，消掉因果。若有残魂无法被摄魂珠所吸纳，就送他们下地府轮回，免除后忧。长老，稍后您再出手，将这些残灰震碎，散在各处，尘归尘，土归土。修行本自掠天地之气，让他们死后归于自然，也算是符合咱们渡仙门之道。万凌云长老笑着颔首。待上面的诵经声停下，这毒仙在地下挥了挥道袍，那大堆的灰烬飘飞而起，落在此处大阵各处。李长寿的心底轻轻一叹：啊，圆满了。虽然不是我亲自动手，但是仪式感还是在的。哼。万凌云长老眨眨眼：圆满？这是何意？啊？哦，是没了后顾之忧的意思。随后他连忙收起自己手中的那只玉佩，停下传递心声。万凌云长老回顾着两个人杀敌的全过程，心底一阵感慨，看李长寿的目光是越发的喜爱。而后那些人影钻入地下，化作一只纸人，被李长寿收入了一只空着的宝囊中。回去之后要消一消毒才能继续用了。万凌云长老的毒他也不敢小觑。长老，咱们回去吧，将这些东西和摄魂珠交给门内，让他们处置便是。善。哦，对了，长老，还有一事，这一次还请不要言说是弟子在旁边。如此，这般，李长寿一路叮嘱，这一老一轻在地下溜回了渡仙门山门之中。长老，你先去破天峰上吧，弟子这就回峰上静修了。刚入护山大阵，进了那白玉雕琢而成的山门，李长寿将摄魂珠以及那装着战利品的宝囊恭恭敬敬地递给万凌云长老。倒不是他没有想过私藏，这次收缴的储物法宝大半都已经毁在了万凌云长老的毒火中，也没了多少价值。更何况这是关系门派生死存亡的正事，洪荒之大，好不容易有一家靠山，扪心自问，渡仙门待他这个优秀弟子一直也十分的不错，哪怕他是门内最弱最穷风头的弟子，修行至今也没有被谁故意为难苛责。相反，百饭店的很多长老看在李伟灵鱼的面子上，对他还颇为关照，故李长寿
并不愿意看到门派就此倒下。像今天他就当着万凌云长老的面露出了侧杆石、摄魂珠这2件小底牌，这对于他来说也是小小的尽一份力。他的原则就是在确定可以自保的前提下，能帮则帮，尽力护持。看着李长寿低头递来的宝囊和摄魂珠，万凌云长老双眼一眯，露出了少许冷笑，将它们收回袖中。堕仙门那几名低着头的真仙执事与轮值守门的仙人见状，都替李长寿捏了把汗。不知这反虚境的小弟子什么来头，但毒仙长老如此一笑，这弟子今后怕是祸福难料。万凌云长老立刻驾云飞往破天峰，去找掌门和太上长老言说此事。李长寿也转身对几位门内的仙人做了个道揖告退，而后驾云飞在略低的高度，找了一条少有人过往的云路，朝着小琼峰慢慢飘去。回来的路上，李长寿一直在思索有关那只被纸人拍死的蚊子。这蚊子也不知道搞点杀虫剂出来管不管用。回到小琼峰时，师妹和师父还在秦家练习遁法，李长寿并未打扰，径直回了丹房，开启各处阵法，瞧了眼各处挂着的侧杆石，随后便让这具纸道人分身恢复成了纸人原本的模样。一缕青烟自地下飘出，凝成李长寿的身形，抬手捏住纸人分身，收入袖中。说到杀虫剂，这怎么搞啊？蚊子怕什么？在血里面掺毒？哼！李长寿也是被自己这般想法给逗笑了。如果真的是文道人这种狠角色现身，那绝对不是我能对付的。但是如果是像今天这般能够控制傀儡，能被纸人随手拍死的蚊子，那我还真能想出一些办法来应对。